又回中金昆仑了。你们怎么知道我会在那儿？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解释，你赶紧离开那儿。你是不是觉得是我出卖了你？没有吗？出卖你对我有什么好处？拔出萝卜带出泥，你被抓了，你觉得我能跑得了吗？我告诉你，关队布了很大的局，你赶紧跑吧。办了这么多的案子，我发现大部分这犯罪分子啊有一个通病，知道是什么吗？自以为聪明。你先是指使叶方舟杀了吴征一家5口，然后要安排安婷做伪证嫁祸给我，你自以为得了计是吗？结果不是还是出岔子了？你以为你那些兄弟能护你个周全？你以为你躲在这个车里想弄死你的人就进不来吗？看见没有啊？就这么一个5块8块的玩意儿，直接搞定。啊，对了，那个叫王志格的，不就是改装了这个用来杀人吗？后来被你们利用闯了我们支队，你他妈是不是觉得自己特神机妙算啊？啊？安婷、叶方舟、黄山、王志格，你这手底下一个个得力干将，该死的死，该挂的挂，现在裴云雷也撂了。你说你这么大一个犯罪团伙的首脑，怎么弄得跟过街老鼠似的？兜了这么大一圈子，终于把我抓到了是吧？抓你？您一直都在碗里好吗？我们是嫌这碗里的太少，不够吃的，想看看有没有机会把你们都一勺烩了，明白吗？雪冰，你说秦昭今天能出现吗？能吧？关这个周队说了，肯定能来，咱们又多等一会儿。那你都等这么长时间了，他还没出现呀？开车！
给我图要过来。逼我！不能啊！我刚刚物业了，他们说这结构特别复杂，一共有10几个出入口。这是通的，留2个人在这守着，剩下的人看看其他门能不能进去。快！走！快点！快！先把这废镜打开，地图，快点！你们俩去那边，走这边。我们俩这边。quân队打不开，你们2两一组，一个7号门，一个9号门。是啊，你跟走。走！来，快！来这儿！看了。走！信不信？嗯，行长，有什么冲过来，你把他放了。为什么没完没了的追着我？你把他放了。不要放我呀！出去！你们都出去！你冷静，行长，你冷静，把枪放了，把枪放了。行长，咱们谈谈好不好？你把人放了。 都出去！出去！撤了，把人撤了，快点！撤了！出去！哎，听见没有？撤！快点！杨姐，走啊！不要！ 你也出去，出去！门我已经锁了。行长，就算我们所有人都出去，你以为你跑得了吗？把人放了，咱们好好谈谈，行吗？
没什么可谈的，关红吧，你别逼我。兄长，虽说警匪不两立，但你不欺负我念你是条汉子。但没想到你这狗急跳墙了以后，跟那些暴力抗法的平行罪犯也没什么区别呀！啊，暴力抗法，法律就是只做盾牌而已。法律是什么做的，取决于它在谁的手里。你们举着的盾牌，只是在保护那帮坏人。法律不会保护任何坏人。裴佳义已经被我们抓了，警长，你听我说，就算今天你把裴佳义给宰了，你认为你就给你母亲报了仇吗？你什么意思？裴佳义身后难道没有别人了吗？中京昆仑后面的势力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，就凭你一个人能把所有人都杀了？就算我不行，难道交给你们警察就可以了吗？我根本不相信你们这帮道貌岸然的废物！别冲动，别冲动！你现在心情我特别的理解，我真的很理解。你根本不理解！出去，快点！我理解，因为我现在的处境跟你一模一样。本来什么都没有做，莫名其妙、无缘无故的，生活突然一下子就变成地狱了。被通缉，被栽赃，被冤枉，只能在暗不见光的地方痛苦、挣扎、愤怒，过着不人不鬼的日子。唯一撑下去的理由，就是有朝一日一定要把那个混蛋给揪出来，把这个毁了自己人生的人给了结了。我们把脑袋绑在裤腰带上过日子，图的不就是一个真相吗？你说呢？你不是关红枫，这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我希望你能够知道，我真的理解你的感受。如果你听明白我想表达的东西，你就应该知道，我已经把我的底牌和秘密都告诉你了。你要是想我死的话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和我兄弟就是万劫不复。但我还是选择相信你，告诉了你，没别的目的，就图一个你的信任。我真心希望你信任我，希望你把你母亲的案子交给我，或者说交给我们，我一定会一查到底，不死不休。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，好吗？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？我们不能以自己所谓的道义去殃及无辜，那样的话，和毁了我们的那些混蛋、那些畜生，还有区别吗？你说呢？我向你保证，天地轮回，天总有亮的那一天。相信我。把刀给我。给我。
都做记录了？都做了，大概就这么个情况。如果关队你要没问题的话，我就把刀送回制作科了。行。哎呦，2.2吧，是吧？我告诉你啊，要不是我躲得快，邢昭这一刀，大约够你受的。2.2啊，2.2，行，2.2公分。哎，哪边啊？哦，这边，对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2点，轻点，轻点。线，哎，这就没跑了啊！来，把这毛巾拿着，拿来呀！等会儿接血。哎，来，把眼睛闭上，画面过于血腥啊！来来，哎，还是我自己来吧。你弟弟都不想写呀？啊，放心吧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可别来大了，差多少就补多少。看你说的，你真是我你都不信，我这刀工。哎呀，手抖呢，大了啊！差不太多啊。哎哥，我突然想到一个要紧的事，想跟你分析一下。你说小周会不会把我给卖了？小周这孩子是真聪明，应该不会。这你都看出来了。回去。其实吧，啊。小心眼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这样看来，这个冯康是想利用邢昭杀掉裴佳怡。这事儿我跟周勋聊过，裴云磊这个事儿，除了咱俩还有谁知道啊？那就是我，还有你俩。这就奇怪了。你说咱们前脚得了消息，后脚去找人，这人就不见了，啊？那你是觉得看守所的人把消息给放出去了？不好说。我就是觉得这巧合有点奇怪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这裴佳义身后还有更高层的首脑，说不准就是咱内部的人。如果真是咱内部人的话，我倒是有一个新的排查方向。你记得在之前的核查当中，2月11日，吴征曾紧急联络周巡，要求在他的护卫下去了一趟银河商务大厦，但具体情况不明，见的谁也不知道。哎，对了，我记得你不是让虎子拿这个坐标定位
跟这个相关人员的住址还有工作的地方做了交叉比对吗？有结果了吗？有了。这个银河商务大厦东侧有个远景小区，有一个和咱们案子有着密切关联的人就住在那儿。谁呀？但是他并没有说他哪天见过吴征。这疼不疼啊？谁动的手？哎，真的，老关，你说这个裴云磊指认了裴嘉义，冯康也落网了。还有那个邢昭，要说咱这是大获全胜啊，可为什么咱们都高兴不起来呢？这个娃娃脸到案以后，一个字都没吐，除了知道他叫冯康这个假名字以外，我们对他的身份一概不知。再加上裴嘉义一直闪烁其词，对关键性的话题呢又闭口不谈，这算什么大获全胜？换谁谁也高兴不起来。是。哎，对了，这邢昭这么快就移送总队了，你说他能不能提供点什么线索呢？他应该对裴嘉义集团的事儿了解很有限，否则的话，为了报复，他早就把实证通过正常的手法交到我们警方手里了，也用不着这么大动干戈。再加上他的案子涉嫌跨辖区，市区刑侦总队迟早是要把这案子拿走的。那要这么说的话，根据裴云磊的供述，那岂不是裴嘉义早晚也得？没错，裴嘉义集团，他们不光是跨辖区，而且还是跨省市。他在咱们这儿待不了2天了。哎，老关，你还真惦着亲自审他啊！我告诉你，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啊，这一直一套词儿来回来去说。你是不是有什么计划？先会会他再说吧。你给我透露一点，我好配合。关队，洗钱、放贷、军火生意、毒品买卖，联合其他的犯罪团伙，7行8市，从京港到东北铺设犯罪网络。于松堂的死，刘岩的死，劫持押送王志革的警车，指使王志革
杀害模具厂工人、出租车司机，甚至让他袭击警队，谋杀副支队长刘长勇。安亭、叶方舟、黄山、王志革这些人都是你直属的下手。他们涉嫌的这10数起刑事案件，你现在都认了。我好奇的是，还有什么是你不能说的？我没什么不能说的。你没有证据，我就认呗。那其他的呢？什么其他的？其他的犯罪事实，还有你们同伙其他未归案的成员。我都跟你说了，我是个痛快人。你们有证据，我绝不逃，我认。既然进了你们的6扇门，我就没打算出去。我心里清楚，我认的这些事儿，跟坦白从宽没什么关系。你团伙里有很多其他涉案人员，我劝你赶紧把他们的身份信息提供出来，否则他们继续作案，就等同于在给你变相的凑材料。小伙子，我虽然不是什么好人，但我也不习惯出卖兄弟。裴佳义，你们组织里一名非常残暴的杀手已经被我们抓捕了。你心里非常清楚，这个人的出现就是为了制造一起劫刀杀人的意外，把你给除了。也就是说，有人要灭你的口，让一个见不得人的秘密跟着你永远的消失。现在最好的办法，就是让这个秘密不再是秘密，这样你才能真正的安全。而且你的家人已经在我们的严密监控和保护当中，你还有什么可怕的？我怕什么？我还真不知道我怕什么。但是关队长，我倒是知道你怕什么。你怕你的弟弟永远成为通缉犯，你怕大年夜晚上发生的那些事情永远说不清楚啊。我跟你用性命保证，嘉义不会乱说话，不会出卖任何人的。我都跟他说过了，我们两个，谁时运不去真进去了，那就认命就完了。只是他现在一直被关着，是，大哥您说的对，没有谁是值得绝对信任的。那现在该怎么办？我真没想到商凯都进去了。是我的判断失误，我没想到一个小小的长风行知居然有这么大的能量。是，您批评的对，是。
韦总，韦总，别人也就算了，但是凯哥，您真得想想办法。怎么想办法？他被抓的时候身上带着3支枪呢。要不这样，趁商凯还没被转押到市局，你们俩抄家伙，去长风行知把他救出来。好嘞。干啥呀？韦总，我们哥俩的命是凯哥救的，所以我们俩这命也是凯哥的。您是凯哥的大哥，就是我们大哥。有什么话，您直说。商凯是救不了了，你们2个也赶紧想办法跑吧。我原以为啊，安婷是运气不好，姓叶的是自作聪明，可没想到嘉义和商凯都折进去了。我真的是小看了长风行知，小看了关洪峰啊！我现在已经把他砍了！你想干什么？动警察吗？关洪峰和他那班人，早晚得收拾了。只是现在这个时候动警察，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？梅总，明白了，我们哥俩看着办。哎，这个韦总到底啥意思啊？我觉得挺合适的呀。快点，怎么样？哎，老关，我去，这帮孙子啊，挺有保密精神。那边一样啊，一个字不说。这冯康虽然什么都没说，但是他 DNA 恐怕要开口了。这小高不是在京港大学 DNA 实验室守了1宿吗？刚才来消息说是有进展。不是，那意思是冯康身上 DNA 是不是跟佳音还有那个新源死者身上 DNA 对上了？还不知道，我这就去看看。这 DNA 结果虽然能定冯康的罪，但他们组织成员的线索还得咱们自己努力。没问题，我接着跟那冯康熬鹰去啊！哎，对了，我表演小歌上去啊。通俗地说，我们在2具尸体、2个案发现场，冯康本人以及他所使用的钢弦上分别提取了 DNA 的样本进行比对，最终的结果高度的吻合，所以基本上可以确定，钢弦就是杀人工具，而冯康就是使用钢弦的人。所以啊，洛卡德交换原理那就是绝对的真理。洛卡德交换原理是犯罪侦查学教程当中提出的一个概念，简单点来讲，它就是犯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物质交换的过程。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比审讯的效率高多了。给冯康定罪是一回事，揪出他的幕后指使者是另一回事。现在还剩1件了。管队，这是鉴定报告。谢谢。哎，市局那边也问来着，是不是专案有突破？啊，我到时会向他们汇报的。啊，走了。好。
进。哎，长，现在录个指纹方便吗？录吧。哎。我告诉你，关队布了很大的局，你赶紧跑吧。想办法帮我摆脱掉警察。想要活命，就按照我说的做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我的把柄在你手里，我比你更害怕你被抓。最后提醒你一句，遇到特警不要反抗。从现在开始，什么话都不要说，我会救你出去。别提了，这一天一宿，一个字没说。我就想请示周队，要不带他去做个声带检查吧？还检查什么啊？周队，周队，哎，这儿怎么样了？还那德行？是吗？厕所里的石头啊？行，我和小王来，你们吃饭去啊。是。你在这干嘛呢？哎，周队，我录个指纹。周二姐。哎。周队，就等你了，赶紧的，比我来的还晚。坐这儿，给我记着点，我来问。先等会儿吧，这个郑队他怎么了？嗯？郑队让你跟关队赶紧过去，他们正找你。应该是咱们在赤峰区那边搞了小动作。哎，对了，赵儿，哎，这是个亡命之徒啊，录指纹时小心点儿，不行就要门口兄弟进来盯着，啊。嗯。盯住了。24小时之内，你跟裴佳怡都会被转押到石看守所。干嘛呢？别动！没事吧，赵？没事。老实点儿。
嗯。